频道主页都会放在我的那个描述栏，然后因为学生觉得有意思的话，一定想知道，哎，这两个老师平时还在干些什么呀？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好了，而且我觉得频道本来就要一个多样化，对对对，然后除了一般的这种教学式的之外，我们也聊天式的、有一点娱乐的，文化的，而且我们不用怕 NG 啊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反正就剪掉就好了嘛。是的，是的，对啊对啊，所以我们就轻松聊，然后到时候就是这个把比较出糗的地方把它剪掉就可以。对对对，OK，那很好，我觉得可以。对我已经觉得会很好玩。我们就约星期五，好，因为我刚好台风，明后天是台风，所以也不能出门。他刚好可以做这个。那我明天会比较忙一点，因为我妈妈是她今天出院了。那明天我想确认一下她的状况，因为她一回家之后，她今天一回家就昏倒了。哦，她想要上厕所就在门口，她也没有叫出声音。我们是刚好在客厅里面聊天聊了很久，怎么都没声音啊？后来去看，在门口昏倒了。对，所以是体力的问题吗？还是说可能是太早出院了？哦，明白了。因为台风，那医生说你们还是早一点出院，不然怕台风回不去。本来是明天要出院，可能太早。所以李强老师，您可能还是非常需要投入那部分精力去照顾妈妈，就是要随时看着你。像今天这样昏倒了，要是我们没有精力，这个很害怕耶。都在忙自己的事，都昏倒了，可能已经昏倒几分钟了，我们都不晓得。对对对，他也没有力气，他没有力气喊。明白。整个把他抱过来，放在地上这样弄好，那样没有力，然后就吐了。他可能是一口那个吐不出来，就没有力，没有接上来。对，有这个可能。那还好，后来没事。那我们吓死了。真的吓死了，这个就是我明白，生活的重心还是需要放在这边，所以整个人就软掉，那个真的好吓，真的是吓死。是的，是的。好的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昨天是不是听了老师的故事？听老师，我哥哥是很 emotional 哦，他就跟我讲了很多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聊完已经快要晚上12点了，他跟我聊到凌晨2点。他说：“林老师，我的妈呀，这个一定不是这样子，这个不只是爱情，这还有恩情，这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我告诉你，很想睡觉。”太搞笑了。他对这种心理层面的东西特别有感觉。跟我聊了很久，然后我就OK，好，超好玩，太搞笑了。好，来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不跟你们打招呼了，好不好？今天第1名是佳佳哦，欢迎佳佳。哇，佳佳最近好用功，好勤奋，踊跃耶，佳佳，你最近很用心哦。是的。然后阿能也很好，他说记得帮老师点赞哦。是的。阿能很勤奋，很想要学习中文，但是我最近在帮他纠正他的学习方法，因为学习方法如果不对，那么你所有的学习可能都是白费，或者说很难。对，这个我们中文叫事倍功半。是的，是的。好，我把它打出来啊。各位同学，有时候你做事情啊，如果没有一个方法的话，你的事情呢，你做的工作要很多，对，然后你的 achievement 只有一半，你的 result 只有一半，这个叫事倍功半。付出了1倍的努力，结果只得到1半的成绩，事倍功半啊。那你也可以说事半功倍，事半功倍就是太棒了。做了1半的努力，得到了1倍的收获，是的。好，这个成语很好。对了，因为佳佳是这个开斋节，伊斯兰教的，对，开斋节，应该是叫斋戒月了，斋戒。开斋好像是斋戒月后会有个开斋节，好像是。那他们叫古尔邦节，
哦，好，回教的朋友们，伊斯兰教的朋友们，穆斯林的朋友们 ，Eid Mubarak 我会一点点阿拉伯话 ，Eid Mubarak 精通各国语言。Assalamualaikum 然后呢，这个Namaste。Namaste 是那个印度啦，印度的，Namaste。好，那个那不是佳佳，古尔邦节快乐哦。对，中国有洪水，没错，我也听说了哦。那欧洲也是，比利时那里最近那个 flooding 很严重，各位同学要小心一点哦。要照顾好自己。好，那我们开始来上课吧。好的。来，各位同学，今天要上 HSK， 好久没有上 HSK 了哦。王和来啦，王和你怎么昨天没来呢？我想跟你聊聊你的中国女朋友啊。对。好，没关系，下次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上的是 New HSK 初级词汇。那今天这3个词汇比较简单一点，我们请婷老师帮我们一个词念2遍，好吗？好的，我们今天要学3个初级词汇。第一个，差不多。对，差不多。好的。第二个，常。好，第3个，常见。对，常见。好，那这个词哦，我们一般念其实有蛮多种念法的啦。差会念那个不可能会念差不多。对。那你念重一点，念差不多也没问题，都可以。轻声的那个 light tone， 差不多，差不多都一般我们会念轻声的啦，差不多。会念快一点哦。对，差不多哦。好。那我们看第一个词汇叫差不多。差不多是什么意思啊？田老师，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可以还有一个词叫做几乎。几乎 ，almost 几乎。对，差不多应该有点像差不多一样。差不多一样。差不 is almost the same。2个东西差不多，表示2个东西是 almost the same。2个东西可能长得很像。可能它的价格 price 差不多，对，样子差不多，对，差不多就是 almost the same 或者是 similar 都可以。好，那要麻烦田老师帮我们念一下我们的句子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第一句例句：这顶帽子和那件裙子差不多贵。好，这顶帽子和那件裙子差不多贵。那帽子就是这个东西，大家都知道了。那这个帽子的量词我们用顶，很特别，对不对哦？这顶帽子，这顶帽子。这个时候我知道了，有同学要问了，老师，我可不可以说这个帽子？万用的。老师，我只会个怎么办？我可不可以说这个帽子？田老师可以说这个帽子吗？当然可以，可以的啊。安蕊说的没错，就是差别不多。差别不多，是的，对，就是差不多一样了差不多一样的意思。是的。那各位同学，就像田老师刚刚说的，你如果忘记了这顶的顶，那你可以用这个帽子，可以，这个帽子可以。好，那件裙子，好，一定又有学生问老师，我可不可以说那个裙子？那个，我只会用个。怎么办呢？那个裙子可以吗？其实如果你是 HSK 1 level 的话，那么你用个for everything， 我觉得是可以原谅的，是可以。对。但是如果你已经是 SHK 2或者3了，那我觉得要至少会知或者说见要会。你这个要进步。各位同学，你不要那个量词 major word， 老师我就是用个 everything for everything， 我就是用个。那这样你不会进步。对，你要学习不同的量词。那件裙子，那个裙子，感觉你的中文水平对没有那么高。
哦，就用渐会更好。是的。个我们当然听得懂，但是你们用渐 better，much better。Your Chinese level， 哇哦，对，特别好。好 ，OK。哦，田老师有传了一个新视频啊，今天星期三哦，我今天太忙了，忘记看了。我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先上直播课。对，直播课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哦。好，差不多贵的意思就是价格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对，价格差不多。The price is almost the same， 价格差不多。可能帽子2块钱，裙子就3块钱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啊。好，好的，那我们往下看一下它的语法。哇，田老师，差不多的语法太多了，好难教哦。是的。语法一 ，Grammar one，A 和 B 差不多，或者是差不多加上一个形容词。刚刚是差不多贵，差不多年轻，差不多便宜，差不多 adjective。对，好，那所以各位同学记得我们的第一个语法是你要一个 A 和 B， 两个东西 A 和 B， 或者是 A 跟 B 都可以 ，A 和 B 或 A 跟 B 都可以，然后就说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好，那么我要请田老师帮我们念一下词汇。好的，我们第一个句子啊，第一个问题5个选项，第一个是中文，阿拉伯文，Arabic 啊，差不多，好，差不多，和，最后一个是难，difficult 难。好，阿拉伯文是 HSK 7到9的词汇之一，就是 Arabic。好，难就是 difficult， 大家都知道。那各位同学，我们的英文是 Arabic is almost as difficult as Chinese。好，各位同学应该很简单，好不好？我们把答案写出来。哇，又开始刷屏，刷屏对来了哦。那我找一个同学的，好，我找立新好了，立新的。好的，好，立新的句子，阿拉伯文和中文差不多难，非常好，很好，差不多。各位同学，阿拉伯文是 A， 中文是 B， 差不多。然后我们加形容词，难就是形容词哦。好，立新的答案是对的。那不过呢，这个阿光的句子可以吗？好，阿光的句子，中文和阿拉伯文差不多难，没问题，可以的。你的 A 跟 B 可以 like switch。对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各位同学，这个用法我相信你们一定很快就能够学习了，因为呢 A 和 B，A 跟 B，A 和 B，A 跟 B 差不多 adjective。OK， 那其实田老师，我们可不可以说中文和阿拉伯文差不多就好了？也要看情况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可能你的意思不够清楚，差不多简单还是差不多难，这个就不晓得了哦。所以有时候要加上 adjective 会比较好一点，比较 the meaning is more clear， 对的 meaning is more understandable。对的。Yeah, if they add an adjective。是的。好，那差不多的语法好像有4个5个，我们再看。这个变化很多。难哦，我们看第2个差不多的语法哦。好，语法2就不是 A and B 了，它是一个主语。不过这个主语通常是很多东西，我们、你们、他们，或这些想法，这些男孩，这些女孩，然后一样加差不多形容词，差不多形容词。好，一样，请田老师麻烦你。好，我们第2个句子，大家已经可以开始想了。我们有5个选项，第一个是我，第2个想法，我的想法，第3个差不多，差不多，第4个的，第5个是们。们这个字就是一个复数啦，那个我们说是的，对，复数就是超过1个
以上的2个、3个、4个，你就可以用们。对，我是 I， 我们就是 we 啊。OK， 们是表示一个复数的概念。好，那英文是 our ways of thinking are almost the same。好，各位同学刷屏了没有？刷好了，哇，好快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 Jessica 的句子好了。好的，Jessica，我们的想法差不多，非常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Jessica。我们的想法差不多，对，表示像如果是理查老师跟婷老师想法差不多，差不多，我们的想法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几乎一样，几乎一样。好，好的。Passion freak 的好像少了一个什么字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句子啊，这个句子我们要说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想法差不多。好 ，Passion freak 差一个字而已。好的，各位同学，这样子第2个会了吗？第2种语法其实跟第1种差不多。各位同学，第1个语法其实跟第2个语法差不多。第1个语法是 A 和 B， 第2个语法是一个主语，一个主语所以其实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的。好，阿能写了一个句子，要麻烦田老师帮阿能看一下。好的，阿能的句子，缅甸跟泰国的文化差不多，句子很好。句子很好，阿能。我觉得这个句子非常地道，很好。真的吗？缅甸的跟泰国的文化差不多吗？对，不晓得是不是，不过这个语法上，句子是对的，语法没有问题。Priscilla 的句子呢？好 ，Priscilla 的句子，我的家离机场差不多30个分钟。Priscilla，这个 idea 是可以的，但是有一点点语法的错误。我们可以说，我的家离机场差不多30分钟，没有个。对，不要加个，不用加量词30分钟就可以了。对，我的家离机场差不多30分钟。对，不用加个。Priscilla 这个句子不错，就是多了一个个而已好。大家都懂了，太好了。那我们再看第3个语法。好的。好，语法3 ，Grammar 3，主语加上差不多，后面加动词，不是加形容词了，我们加动词刚刚是加 adjective， 现在是加 verb， 刚刚是加形容词，现在是加动词。好，那一样给各位一个 quiz， 大家试试看。记得要先说差不多，再加上一个 verb。好，我来麻烦听老师一下了。好，我们的5个选项，第1个工作，第2个做，第3个差不多，第4个我们的，对，第5个完了。好，这个完了是一个补语啦我们说补语表示事情已经 finished。是 over 了，这个事情已经 over finished 的意思完成的意思。好，那各位同学，你们等一下要记得先找一个主语，再来找差不多，之后再找一个 verb 动词，那你就会正确了是的。好，那刷屏对刷屏对已经出来了。是的，好快。看一下 King 同学的句子。好的，我们的工作差不多做完了，非常好。哇，好棒哦！珍珠的句子。好，珍珠的，我们的工作差不多做完了，非常好，珍珠，标准答案。对，那各位同学，我们的主语是谁？主语是我们的工作 ，our task，our job， 我们的工作。然后我们再找差不多，差不多写完了，要记得找个动词，做 do 是个动词。然后补语放在动词后面，做完了 ，finish doing 好，大家都答对了。怎么突然觉得好像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没有好，那我们再看，只要跟着理查老师的语法这个 pattern 来，就不会错，不会错了。那我们也可以说，加动词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多想一些句子，让同学知道一下，比如说，理查老师差不多到
停老师家门口了。就是，OK，差不多到，来差不多到 almost go to，almost arrive。理查老师差不多要到婷老师的家门口了。可以，加动词，或者是电影差不多要开始了。是的。那个开始就是那种感觉，差不多开始了，电影差不多开始了，差不多加上一个 verb。对，或者说我差不多吃完了。对，我差不多吃完了 ，almost finish eating。都可以。理查老师的直播课差不多结束了。almost come to an end。理查老师的直播课差不多结束了，结束是一个 verb。所以这个都可以加上 verb。都可以，对。好，语法4。Grammar 4，哇，好多。好，一样主语，然后呢加上差不多，后面不是动词，也不是形容词，你要加上数字的 phrase，OK， 或者是 time phrase。所以要有数字的 phrase， 或者是时间的 phrase。所以差不多后面可以加一些 number or time。几点几分，或者是一个数字。像刚刚 Priscilla 造的句子就是这样子的句子。我们看一下 Priscilla 刚刚的句子。对，被刷屏队洗掉。我家离机场差不多30分钟。对，差不多30分钟。30分钟 is a time phrase， 所以你可以这样用。你可以这样用，加上一个 time phrase。对。我们还没有念，他已经把答案写出来了。那田老师，我们还是念一下好了。好的，让大家练听力。好。我们的5个选项：现在、下午、afternoon 下午，差不多了，5点。好，差不多怎么用在 time phrase？我们的 time phrase 是下午5点这是 time phrase。那答案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有人的答案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们把它拉出来看看。把雅正拉出来。雅正，你的答案。好的，雅正说现在下午差不多5点了。雅正，这个句子要再想一想看一下主语，先是主语，然后是差不多。对，然后我们是 time phrase， 是 time phrase 这个注意，我们是要一个 phrase。Not just time, we need a time phrase。对。We don't need a number only, we need a number phrase。要一个 phrase。那我们5点而已，只是一个 time， we need a phrase。是的。所以这个要怎么样说啊？理查老师给你一个 hint， 要这样说，要这样说。是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裴静的好了。好的，裴静说现在差不多下午5点了，非常好。没错，各位同学，What is time phrase？ 下午5点，这是个 time phrase， 比较完整的 time phrase。下午5点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 Jessica 的，对不对？Jessica 说，现在差不多下午5点了，非常好。很好，好，你们都答对了好，那各位同学，请你记得我们第4个语法是用差不多后面加上 number phrase or time phrase。那这个田老师，我觉得应该要再给学生一些练习好，所以我这里再给学生一些句子。那等一下要麻烦您帮我念一下没问题。好，我们第1个关于语法4的句子，老师再给你们另外一个 example。好的，这个要麻烦田老师念一下。好的，第1个，他的儿子差不多2岁。对，差不多2岁。各位同学，2 岁，2岁是 like number phrase， 对不对？一个 number phrase。他的儿子差不多2岁，那可能1岁多，快2岁了所以这个记得后面加上 number phrase， 这个 example 就是加上一个 number phrase。那理查老师再给你们另外一个
example 哦，那一样我要麻烦听老师帮我们念一下哦。好的。好，下一个句子，我们多多的去看一些关于语法4的一些 example。不是这个，我们这个好，麻烦听老师。我们的第2个句子，他住在台北差不多3年了。哦，各位同学，差不多 plus a number phrase， number 年3年 number phrase， 所以差不多3年了。所以这个语法4就是各位同学记得差不多加上 number phrase or time phrase。了解。雅珍这个句子很有意思。雅珍的句子，我的爷爷差不多要100岁了。这个句子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雅珍，真的吗？你的爷爷，哇！我好像能感觉到雅珍的这个句子啊，就是他觉得这是一个很 amazing 的事情，很了不起的事情，用这个差不多表达出来特别好。我的爷爷差不多要100岁了，哇！感觉你是很开心的。是的，是的。阿能，好。我差不多要昏倒，还好我朋友在我旁边，可以。这个句子是要加个要，因为阿能你还没有昏倒，对，你只是 almost， 所以我们加个要，which means will， 还有点未来式，因为你还没有昏倒啊，所以你要加个要。我差不多要昏倒了 ，because you don't faint right now， 你们现在昏倒，加个要就对了。对，好，这句话，今年他差不多20岁了，可以，非常口语。对，很好，这个我觉得这个句子是很一般我们会说的。对对对。他差不多20岁了。是的，是的。我们平常就会这样讲话。对对对。雅正今年差不多40岁了，就可以这样说。好，易清泰国的朋友，他的句子呢？好的，我的儿子住在台湾差不多5年了。而且这个是真的。易清的儿子在台湾工作。有些句子一看就是是一个信息，不是在造句。对，真的就是差不多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词汇，要把它记起来。各位同学啊，好，安蕊最后一个句子。安蕊的句子，我差不多到了，所以这个到安蕊改一下。这个到是在偷东西，差不多到了。对，我们可以说我差不多到了，但是是这个到一个错别字一个错别，对，差不多。有的安蕊改了，好的好的，再等5分钟我就到你家了。到不是再再过5分钟我就到你家了。就到你家了。我觉得大家很会用差不多耶。是的。Fernanda 说今年我差不多毕业了，这个是属于加动词的，对不对？是的。Fernanda 用的是语法3，差不多动词，毕业是动词差不多是动词。这个我觉得有一点长相差不多。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把这句话说得更好一点，我们可以说哥俩，不要哥哥俩，就是哥俩。对，长相，长得差不多，长得差不多，长相差不多是可以懂也可以懂，但是长得差不多比较常用，更好。双人的那个的对对对。好的，哇，各位同学，哥俩或哥们俩，不要说哥哥俩是的。露露这个句子说我差不多结婚。我差不多我明白了。我现在还没结婚，所以可以说我差不多要结婚了。各位同学，如果你加一个动词，而这个事情还没有做的话，你加个要。我差不多要结婚了。我差不多要结婚了，因为你还没有结婚。
哦，对，就是意思就是你还没有结婚，不过可能过2天你要结婚了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嘉欣的句子很好，解释了这个问题，就是我差不多会说中文了，特对，别好。因为还没有，你还没有对，not yet，所以你对，要加个要或加个会是的，，because this is future tense，你还没有，这是 future tense，对，future tense。好，那就到这里吧，太多了，讲不完了。好的，我这里的句子刚刚有练习过了啦，所以嗯这个我们就不再练了好，好的，我们看第55个词汇叫长，嗯长很简单，就是 long 长长。是的。好的，那要麻烦田老师念一下我们的句子。好，我们的例句是：这部电影又长又无聊。无聊，无聊，嗯，大家都知道就是这样，好无对聊哦。这个电对，影好 boring 哦，好无聊嗯哦。好，长的话表示这部电影可能有3个小时、4个小时这么长，那嗯所以这个电影很长long，OK，时间很长这部部是电影的 major word， 这部电影，然后就有学生，老师，我可不可以说这个电影？这个电影可以吗？这个电影可以，但是不要让自己只停留在个上面。各位同学，个是 HSK Level 1，对，你要这个不是 HSK 应该是 Level 4了，所以你不用上去，你的 Level 就会从1变成4了。是的，对，所以你要多去学习量词，量词很重要。你如果说这个电影，Level 1，这部电影哇 Level 4，对，好 OK。有同学说我的句子怎么样？你的句子在哪里啊？我没有看到你的句子。这个句子吗？我们的工作差不多做完了。可以，我们的工作差不多做完了。Priscilla 的句子。那个小偷差不多高，差不多胖，他的眼睛大大的。Priscilla， 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错误。用英文去想的错误。是的，是的。因为差不多跟 almost 还是有不一样。对，Priscilla， 你可以把这个差不多理解成 nearly，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nearly or like similar。对，差不多 similar。那这个 Priscilla 这个句子你要改也很简单，你可以说那个小偷差不多高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高也不胖吗？差不多跟谁一样高吧？差不多。这个小偷，Priscilla 我们不会这样说，因为其实差不多跟 almost 还是不一样，它的意思比较像 almost the same。对对对 almost the same。So if you say almost the same tall, almost the same fat，那个听起来 very odd， 有点奇怪是的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觉得 Secon 这个句子很有 feel。Secon 的句子，这条路很长，我们一起走吧，很好。好有感觉。是的，是的。这段旅程很长，来，我们一起走吧，手就牵起来，走吧。Secon 你好 romantic 来 Habib 的句子。好 ，Habib 的句子，这根竹竿可真长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长的，哇，非常好。这个就是 HSK Level 4、Level 5的水准，很棒的一个句子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长跟高有什么不同？很好的问题。那我们往下看就知道。阿能，你在想什么？阿能，台湾美女的腿又长又漂亮，可以，但是这样好像你是个色狼那种感觉。那个哇，台湾美女的腿，就阿能，你这样好像是哇，台湾美女的腿又长又漂亮。No good, no good 。好，那这个我们特别介绍一下这些 adjective。
那而且他们是很常用的 adjective。好，赶快把阿能这个句子拿掉。好，那我们请田老师念一下好了哦。好，我们第一个是短，那跟它的 opposite 就是长。那其实我们讲短跟长是讲它的长度。对的。像这个，你看我们讲的是这个长度。有没有这边长度，像几厘米那个长度，几米那个长度。所以各位同学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如果讲到这个 pencil 笔的话，笔是长度，这个 length 比较短，这支笔是短的，这支笔是长的所以笔的话你可以用短跟长，你不要说这支笔好高，对。这支笔好长，你不可以说这支笔好高好，那如果你要讲它的身高，我们中文讲身高或高度 height 高度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用这两个，要麻烦一下田老师好，第二个我们说矮。对，矮。你看李老师是这样比矮，那短是这样比，是的，短是这样比，矮是这样比。所以短是这样，矮表示你的身高，你的 height 是很矮的。那另外一个呢？另外一个，所以它的opposite 就是高。你看李老师长高了，矮高。那如果长，李老师会用这样比长，所以一个是表示长度 length， 一个是表示高度矮高好，所以你看这个图，这个小男孩是矮的，这个男人是高的你就可以这样用。好的，各位同学了解矮跟短、长跟高的不一样了吗？好，雅正说手指头有长短的，对，手指头像我们的食指index finger 是长的，那我们的小拇指是短的，所以手指头是长的，手指头是短的。你不要说我的手指头好高，是的，长，好，很好。这个啦啦哩哩的句子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帮他看一下，要麻烦一下。这句句子，弟弟比我的个子，OK，很简单，我们可以说弟弟比我的个子高就可以了，或者更简单，弟弟比我高就好了。对，或者就弟弟比我高，我弟弟比我矮，就可以了。是的，我和比差不多矮。我和比差不多矮，所以你你是很矮，对吗？但是我们对比不会用说矮，我们说短。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去比较一个长度、一个高度，没有办法比较没有办法比较。好 ，OK， 对，其实就讲弟弟比哥哥矮，这个是最好的你不用再讲个子了不用再说个子好的，那这样说这个句子也很不错好的，中国的万里长城很长，非常好你不要说中国的万里长城很高，高的话是指它的城墙很高啦，但是你说长是指它的长度，那高你可能是指它的那个 wall 很高说的是不一样的好。这个好像露露的句子，好像我们又要用不同的了，对不对，田老师？好的。秘鲁和中国的距离很长，我们必须坐飞机。我们用的是另外一个，我们用的是远 far。对，露露，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可能是像 kilometer。是的。这个田老师，你们怎么说 kilometer？ 公里吗？我们说公里，也说千米。千米我们这边说公里。那千米比较常用吗？还是公里比较常用？其实公里说的很多。对，我们也是。那这个露露，因为那个距离，我们是秘鲁跟中国有好几千公里那么远。对，我们会说很远距离很远，不会说很长，距离很远like far away 好。
恕我直言，刚刚我是捣蛋的，老师刚刚没有看到你的 comment。OK， 好，1米多少 feet？1米是1公哦，这个我真的不晓得，这个要去。阿能，这个我们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不用这个 feet， 我们用的就是米。米对哦，我们这边说公尺哦，公尺。我跟我的格格吉祥，是不是？皇上吉祥，哥哥啊，应该是本年娘娘吉祥，娘娘吉祥，小李子。对，哥哥不是格格是那个 like princess， 对 ，yeah in ancient time princess 是。好 ，OK， 好了，那这样没问题了哦。大家知道短跟长，还有矮跟高，短、长、是的，高。田老师，我问你，因为一直有学生会问我，树到底要用长还是高？我们在中国，我们也是用高和矮。就是树很高，树很矮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常常有学生问说，老师。树是长还是高？其实树是 height， 对不对？树是高度。所以如果你说这棵树很高，这棵树很矮，是的。我们一般不会说这棵树很长。是的。这棵树我们倾向于说，就是用短和长说一些物件，object， 对不对？是的。然后高和矮呢，倾向于说一些比较建筑啊，或者人啊，或者像树这种特别大型的东西。比较大型的东西。对，我觉得那个建筑物也是很常用的。我们会说这栋没有错吧？对。这栋建筑物很高。是的。这栋建筑物很矮。是的。这间房子很高 ，maybe 这间房子很高，这间房子很矮或很小也可以哦。对。好，老师，我比您矮了。不用了，因为这个不用加了，因为这个情况没有改变，不用加了。因为了表示 a change of the situation， 但是你。这个学生比我矮是事实，是个 fact， 它不是一个 change。好，老师，我比您矮就可以了啊。对，好的，好，没有问题的话，各位同学，我看一下有没有 example， 有 example。好，我们请田老师帮我们念一下。好的，我们有5个选项，第一个脖子，好，第一个是脖子，第二个的。第3个长，好，第4个长颈鹿，好，再来呢？第5个很。好，长颈鹿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各位同学，长颈鹿就是这种动物，这种动物的脖子好长哦，叫长颈鹿长颈鹿哦。好，那各位同学，你们写答案的时候呢？理查老师想要问田老师一个问题。田老师，在澳洲有一种熊叫做 koala，请问你们怎么说？我们说的是，我们也会说考拉。考拉，好，还有没有别的说法？树袋熊。好，考拉、树袋熊。各位同学知道吧？澳洲就是加文的国家，有一种熊叫 koala。那这个我们中文说考拉或树袋熊，那田老师哪一种用的比较多？其实都很多，都很多，这2种都很多。那台湾不是这样说，台湾是怎么说的？所以当我有一天听到一位这个好像是个四川的小男孩吧，他指着这个 koala 说考拉，什么考拉？你知道 barbecue 这个熊吗？还是什么？我听不懂什么叫考拉。然后有一次我又听树袋熊，我真的听不懂。原来台湾不说考拉，因为考拉是个翻译嘛 ，koala。对。树袋熊我觉得可以理解。我们说的 koala 我们叫无尾熊。原来无尾熊是这种。
对，我们我叫听过无无尾熊。尾熊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对，我听到考拉，我很what？嗯什么是考拉？是在叫一个人吗？还是有个人的名字叫考拉？我后来想夸啦。所以各位同学，如果你很有意思，如果你在中国，请你说考拉，夸啦对，so cute，lovely。对然后呢，树袋熊。对。那如果你在台湾说考拉，大家会这样，不理解。什么东西考拉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台湾要说无尾熊，因为考拉没有尾巴。是的，是的，我听过这个无尾熊，然后因为那个句子就是无尾熊，可爱的无尾熊什么的，所以我想，诶，到底什么是无尾熊？我原来以为是小熊猫，就是那个小熊猫，对，不是。然后不是，就是小熊猫，就是浣熊，在台湾应该叫浣熊是吧？浣熊，浣熊，我们叫浣熊。对，我以为是那个是无尾熊。你们那里叫浣熊吗？我们叫浣熊。浣一样的字吗？一样的字，但是我们的发音不同。浣，我们念浣熊，因为我们那个古时候的女人都会浣纱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个 raccoon 它会洗东西啊，你给它食物它就洗啊，你给它蛋糕它也洗啊，你给它棉花糖它也洗啊。是的，因为 raccoon 会拿东西到水里面去 wash。没错，没错。这个叫浣熊。啊，明白。我们是一样的字，但是发音不一样。浣熊，是的。如果在台湾你说浣熊，没有看到字，就是听不懂，大家完全听不出。exchange 吗？还是 change？ 会听不懂。这个真的，我们这个其实两岸有些用词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对，我不会觉得很奇怪，我会觉得 so interesting。我也是，我觉得好有意思。我也是，对。所以我看考拉 ，What is 考拉 ？Oh my God，My gosh，What is 考拉？哦，考拉，好玩。考拉抱树睡觉是什么成语？我不晓得耶。考拉抱树睡觉，想不出来，黑贝，黑贝告诉我们答案好了，好吧？对。这位同学是警察，是不是？严厉的警察啊！严厉的警察那欢迎这位严厉的警察看我们的课程哦，谢谢你。好，那答案聊一聊都忘了答案了。树袋熊，对，树袋熊夸了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红喜的答案好了好，红喜的答案，所以是长颈鹿的脖子很长，非常好，是的，红喜，很棒，红喜，恭喜你答对了哦。好。这个安蕊在说一个 joke， 对不对？你考试考了吗？考拉。你们怎么会中文的笑话？你们好厉害！是的。好可爱哦。真的好可爱。没有听过无尾熊的也会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对，比如我。对，不过知道之后会觉得也蛮有道理的。无尾熊没有尾巴嘛，对不对？也蛮有意思。无尾熊。好 ，OK。考试考了吗？田老师？考啦。你还是考啦。尤其是小孩子说考拉，我觉得会蛮可爱的。考拉我说无尾熊对。好可爱哦好，那我们已经学到了3个词汇了。来，田老师，我们帮各位同学复习一下。好的。第一个是。真的考住了，考拉了。两个东西差不多就是 almost the same，similar，就是两个东西长得很像或价格差不多等等不一定。对，其实我还是在想 Priscilla 的那个用法，是怎么会用到小偷差不多高，差不多那个，我还是在想这个问题。almost 的翻译也很奇怪。对，我没有 get 到为什么会用这个差不多。还是 more or less。Priscilla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想说什么？所以我们可以帮你转一下。比较的一个对象。对，
对。好，第二个是长，脖子很长，鼻很长。第是三个，我教第三个了吗？好像还没教第三个。今天怎么了？哎呀，今天怎么回事啊？不断的出声，今天被考倒，被句子带跑了，被那个考拉给考倒了啊！他才教2个而已，我怎么要考试了？才教2个。我们继续。好，56个单词叫常见。常见就是 commonly see，or common 也可以啊，常见 common or commonly see。对对对，要麻烦田老师了。好的，我们这个例句是在中国，林是一个很常见的姓。对，林在中国 in China， 林就是这个字咯。林是一个很常见，常见就是哇，你常常听到，常常看到，很普遍的很普遍的 commonly see or common 好，姓就是 family name or surname。对，这个我们在中国有一句谚语叫“陈林半天下”，对不对？是的。不过现在比较少用了。现在没有那么多，对，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常常听到人家说陈林半天下，不是杨丞琳是陈林。陈就是 the surname Chen， 林 the surname Lin。There are lots of Chinese people， 所以是陈和林 ，OK。They have this kind of surname， 有一半的人，全部的人有一半都是姓陈的，有一半的人都是姓林的。所以我们中文以前现在比较少说了，说陈林半天下。是的。也就是说，中国人姓陈的很多，姓林的也很多，对。所以这个就是常见的姓，你常常听到，常常看到常见的姓。唐老师，请问在台湾有没有那种特别大的姓？林是蛮大的姓的，林是蛮大的，陈也蛮大的，而且看地方要看地方明白。对，那这个而且会有那个宗亲会。对，就是那个姓组成一个团体这样子。明白了。好，张是不是常见的姓？我觉得也很常见。李，对，李也很常见，像李常老师就不姓李啊。然后我的姓王也很常见，王很常见，王和对不对？王对。那各位同学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？你的姓，你的中文姓是什么呢？像佩佩猪说他姓陈，所以佩佩猪的名字叫陈佩佩猪，对不对？陈佩佩。各位同学，你们可不可以告诉田老师跟我，你们的中文姓是什么呢？The Chinese surname 是什么？刘。Coco 说我姓刘。刘也很多。刘很多。刘 Coco 你好李也很常见真的。封对，义清姓封，义清很少见。这个不多耶。封很少见，对，封，但是有封很少见。是的。苏培静姓苏，很好。王丽也不少，苏算不会稀有，也是算有的。对。立新姓王丽。那我们是本家，我们说本家500年前是一家是的。姓田老师，你怎么念那个？冯。我们有时候会念彭，有时候会念冯。我们会念冯，我们念的夫那个音。冯好。冯梁我觉得也还可以。冯就比较少，冯真的比较少。对。康家康也有，但是不常见。康也有，我亲戚中就有有姓康的。不常见，对，不过有。阮。越南的朋友大部分都姓阮。这个越南的这个中文姓大部分都是阮而且我觉得阮这个姓很好听，阮。对。王 Jessica 姓王。Jessica 也姓王，姓王的朋友不少呀。宋平姓宋。宋也是很常见的一个姓，而且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姓对，因为宋朝嘛宋朝。是的。邱这个姓也不错邱
哦，对，缅甸好像没有姓，缅甸的名字是没有姓的。哦，对，缅甸的这个传统，他们的名字是没有姓的。对，很特别。哦，所以哦，就是一个名。就名字而已。哦钢卷姓王啊，啊，应该都是自己取的啦。哦，自己取的。姓张，张。哦，这个那个 Marcelo 姓罗德里格斯。哦，罗德里格斯，这个应该是名字可以翻译。姓罗，可以可以姓姓罗。对，如果 Marcelo 你要取中文名字，你就姓罗，罗也是对很不错的姓啊。对，Penguin 姓苏啊，苏企鹅你好，西健康姓西健康，你姓西，你姓西，中文有西这个姓吗？我没有见过耶，没有见过西这个姓，西好像不是姓，西不是姓哦。Passy 说中国的姓差不多100多个，百家姓嘛，哦，对，是的，应该不止了，应该更多，不止，绝对不止。百家姓是最常见的100个姓啊，是的，是的。Passy 你姓什么？你姓趴吗？不对吧？HSK 姓林啊。有人 Wayne 姓周，很好，周也很常见，而且周也很常见，很喜欢周这个姓氏啊。罗很好，罗。陈很好，姓黄也很常见呢，黄美玲很常见，对，哎，很棒哦，黄美玲。石，姓石也是很好的姓啊，哦，对，对啊。King 怎么说？金吧，金对不对？金可以姓金，对 ，King 可以姓金，金色的金，Gold，相才姓郑相才啊。司马跟欧阳这个叫复姓，我们中文叫复姓啊，复姓非常好。其实你们想取中文名字，复姓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。复姓司马。如果像这样子的复姓在你的名字当中是有的，那你可以选这样子的名字。对哦，复姓就是有2个字，其实可能有3个字、2个字，最常见是2个，欧阳、诸葛，然后尉迟什么？对，很多，真的很多。然后复姓我觉得听起来也比较有意思，古典文艺，很像你是 Ancient Chinese。是的，是的。Second 姓王嘉尔。哦，那这个明星王嘉尔。王是很高，不是高啦，就是很常见，很普遍的姓。王是很常见的一个姓，所以各位同学，我们学常见就是 common， 这个王这个姓就是很常见的姓。对，是的。可是西健康我们没有这个 surname， 我们没有西这个姓吧？对。陈阿能，陈没有问题，阿能也没有问题，可以啊 ，whatever you like， 你喜欢叫自己什么都可以啊。阿能很习惯，可以，没关系，你喜欢阿能，我觉得都没有问题。马可以，马很好。许思燕没有中文名字啊，那你下次老师帮你取一个，好不好？我特别喜欢给穆斯林的朋友一个姓，叫穆桂英的穆，因为他们的先知是 Muhammad，所以我特别喜欢给我的穆斯林朋友这个姓氏穆，因为这个 Muhammad， 我认为这个姓氏特别适合穆斯林的朋友，很适合，而且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字，对，是很好的 very historical。所以各位同学，如果你是伊斯兰教的朋友，你是穆斯林，就用这个姓，我特别喜欢。穆这个中文姓非常好，因为你们的先知很 positive， 然后你们的先知是那个 Muhammad， 对不对？你们的那个 prophet， 他的就是穆，很好的一个姓穆。伊斯兰教的朋友可以考虑看看怎么聊那么远？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，我们有一个语法是888，是很常见的888是很常见的 ，which means 888 is very common。888 is very common。好，我要麻烦田老师先念一下这个小句。好的，在台湾，夏天有台风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的 option 有，第一个是，第二个的，很，
常见。好，在台湾夏天有台风怎么样？那各位同学，像理查老师住台湾，明天就有台风了。所以啊，要怎么说呢？要怎么说呢？好，我们的刷屏对好了吗？姓爱啊，我觉得爱这个姓很好hey Beef， 很好的姓，我特别爱这个姓，很棒。这个名字很好听，很好听，爱智法。对，佳佳 Mohammed， 就是你的 prophet 好的，哎呀，好的，我已经看到答案了。我找一个人的 Penguin 好了，好的，忘记他姓了。好的，Penguin 的答案，在台湾夏天有台风是很常见的，非常好。很好，是很常见的。这个是加上的，就是你要 emphasize， 你要感觉你要 emphasize， 是叭叭叭的你 emphasize。好 ，OK， 那好，我们看一下 Jessica 的句子好了。好的 ，Jessica，在台湾夏天有台风是很常见的，非常好，非常 perfect， 很完美啊。好，那各位同学应该会用了，是很常见的，叭叭叭是很常见的。比如说在很冷的国家，下雪是很常见的。对，是的，什么东西是很常看到的啦？对。好，好，有同学问说姓谭呢？谭有，算不是那么常见，但是蛮好的一个姓，对，蛮有意思的一个姓，可以，你姓谭算是蛮 special 的，好的，那没有问题了，我们终于教完了，各位同学来考试吧。好的，我们第一题是要麻烦田老师念第一道题目。好，我们第一个题目，丽丽有一头棕色的什么发？好，什么发？那各位同学，棕色就是 brown， brown。那这个头不是真的是你的头，它是个 major word， 这个头是个 major word， 是个量词我们常常说一头棕色的头发，一头黑色的秀丽的头发，差点把答案讲出来。好，头这里指的就是你的那个 black hair， 对，就有点 a head of hair 那个感觉。是的。好，答案是什么呢？我们忘了念选项了，好，麻烦一下田老师。好，我们的3个选项是常、差不多、常见。好，答案刷屏对。一头牛。好，常，全部都是常。好，那没有问题啦，这题太简单了。那我们念一下这位同学的。好的，刘金慧。好的，这个同学的答案是丽丽有一头棕色的长发，非常好。她的头发是棕色的，而且很长好，棕色的长发那这个其实理查老师特别喜欢头发长的女生，理查老师特别喜欢长发的女生，因为会觉得长发的女生很有气质优雅elegant。那这个如果女生长头发的话，就特别好看，很好看，特别好，我觉得啦那有的人就比较喜欢短头发的女生不一定那 Sicon 你的棕是变粽子啦，dumpling rice dumpling， 一头 dumpling 的头是棕哦，是一个木，对，不是米哦，米就是整个头都包粽子了被人家看头发，你在看哪里呀？真是的，好好笑。是的，特别好笑哎，人家在看头发，你在看哪里呀？真是的，无懈可击的答案。对，好 ，OK， 我们看一下第二题麻烦田老师。好，我们第2个问题，这2个孩子什么大？好。那各位同学，我们的选项有，第1个还是常，第2个差不多，第3个常见。对，
那各位同学，老师特别跟你们说，这里的大不是真的讲很大啦，是讲他们的 age。对对对。这里的大不是说他们的大小或 size， 不是，这边指的是他的 age。那我们中文常常会说大。是的。会说大。比如说田老师跟我一样大，年纪吧。对。一般听会觉得是年纪了啊，一般。对。好。不过还是加个年纪会比较清楚一点。田老师跟理查老师，对，田老师跟理查老师的年纪一样大，不是差不多，是岁数。田老师跟理查老师的岁数一样大。是的。好，我们答案是什么呢 ？Marcelo 差不多。非常好。差不多打，为什么变打了？差不多。Marcelo 你的字打错了。有了，他改了，他说差不多大。非常好。这个是对的。那我觉得你们都答对了，我们念一下南五的句子好了。好的，南五的句子，这2个孩子差不多大，非常好。对，那这里的大 means age，OK， 这里的大 size big or small， no it means the age。可能这个男生4岁，另外一个男生也4岁，差不多大。对，差不多大。好，那理查老师有一头黑色的短发。可以，语法上是没有错啦，语法上没有错，但是我们一般会用一头，然后长发。对，这个不过我觉得这个陈杰的这个问题很好，因为头一般用的就头发很多的那种感觉。是的，是的。长发比较一头亮丽的长发。对。乌黑的长发。对对对。我们比较会用一头表示女生的长头发。对，又长，然后又多，然后又很好看，感觉好看。是的。那理查老师有一头黑色的短发，其实听得懂，但是有一点点奇怪。对，因为一头长发一般都是用在长的头发上。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。你就说理查老师的头发又短，理查老师的头发很短就好了。是的，是的。理查老师的头发很短，对就可以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们看第3题，最后一题。好，要麻烦一下田老师。好的，我们这个题目是在寒冷的国家，下雪是很什么的？好，我们的 options 有常，第2个差不多，第3个常见。好，在寒冷的国家，寒冷就是冷，其实寒冷就是冷的意思。是的，是的。你要说冷也可以。在冷的国家，寒冷比较 formal 一点了。在寒冷的国家下雪是很好。这个我们刚刚语法中也有教到各位是的。对的。emphasize。是的 emphasize。好，刷屏对，果然。常见 common or commonly seen 都可以。你们全部都答对了。答对了，那我抓一位同学的答案好了。抓阿能的。好了，阿能。好的，在寒冷的国家下雪是很常见的，非常好。很好，答对了。那各位同学，常见这个词你们就应该懂它的意思了。常见就是很 common or commonly seen。commonly seen。好，没问题了。哇，那我们终于教完了。好的，那各位同学，我们帮各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学的3个词语。第一个是差不多。好，第2个是常。第3个是常见。很容易看到，很容易遇到的事情都可以是常见。我们其实会说常见的问题。对。常见的误解 ，common means like common misunderstanding。常见的解决办法。对。常见的情况。like common situation， 常见的情况，很多都可以用。常见的会加一个 noun， 表示 common something。common something。好，
好的，今天的词语其实是很实用的，很 practical， 对，不难，所以你们要不难，但是很常用哦，你们要把它记起来啊。好，今天谢谢田老师，谢谢各位同学。那田老师你有发了新的视频对不对？对，我今天更新了一个新的视频，其实我觉得能够帮大家，肯定是你们都会的句子，但是这个视频啊能够帮大家就是更好的看待怎么说中文。对对对 ，OK，那这个各位同学，理查老师也是哦。这个我们等一下直播课结束之后，赶快去看一下田老师新的视频，理查老师也非常期待。非常期待。那这个一定要去看，然后呢 ，click likes， 然后呢 ，comment below。虽然田老师的 comment 比我多，但是我还是会 comment。要记得哦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还没有 subscribe， 一定要 subscribe， 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谢谢理查老师。那明天是我们的 chit chat， 大家不要忘了哦。好，那这个。明天我们要跟你们聊天，记得要来。你们不早点来啊，那个排不到，后面就等很长哦。No stand in line，你没有办法跟我们聊天哦，那时间很短。所以如果你想跟我们聊天，要早一点来。早一点。对，早一点来就可以跟我们聊天了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再次谢谢大家，谢谢理查老师。李老师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明天见，拜拜。好，那各位同学不要忘记了。第一件事情，先去田老师的频道去看他的新视频，帮他 comment， 帮他 subscribe， 帮他 click likes。第二件事情，明天是 chit chat， 明天是聊天课，欢迎大家来跟我还有田老师一起聊天。那我们明天见喽，各位同学，拜拜。Eid Mubarak， 老师祝福这个伊斯兰教的朋友，古尔邦节快乐，Eid Mubarak， 明天见，拜拜。